今日 Steam Machine， 明日 Steam 手机，这是科技网站 Verge 对于 Valve 工程師最近一次採訪中所用的標題。你能想象直接在你的手機上打開你的 Steam 遊戲庫，點擊開始遊戲就能直接暢玩任何遊戲嗎？請注意啊，我這裡說的可不是 Steam Link 的雲端串流功能，而是讓遊戲真正在手機端本地運行。有的觀眾啊可能會覺得我這是在天方夜譚，但是現在一小部分的 3A 大作其實已經有自己手機版遊戲的應用程序了。如今在手機上玩 PC 遊戲的最大阻礙並不是機能，而是包括 PC 主機、掌機在內的所有平台都是基於 X86 架構所設計的，可是手機卻清一色的全是 ARM 架構的芯片。這些 PC 主機上的遊戲啊，在設計之初就根本在 ARM 的處理器上跑不起來。而現在手機上能玩到的那些移植作品，全部都需要開發者從底層重新適配、重新寫代碼，大多數廠商根本不願意為此投入額外的成本。那這一次遊戲界的男神 Gabe AKA G 胖到底是使用了什麼樣的黑魔法才改變了這一切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藏在前段時間和 Steam Machine 一起公布卻鮮少有人討論的這個叫做 Steam Frame 的 VR 設備裡。這個 Steam Frame 使用的是一顆 ARM 處理器，但它搭載的卻是 Steam OS 的系統。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 G 胖利用 Steam Machine 配合 Steam OS 進軍客廳的野心，也許只是開胃小菜。真正的大餐很有可能是讓 Steam 上的 PC 遊戲走進幾乎每一個現代人都會隨身攜帶、每天高頻使用的設備，也就是手機。Valve 想要通過打通設備與平台之間的邊界，讓你的 Steam 遊戲庫始終和你如影隨形。試想一下啊，如果你在任何時間、任何設備上都能訪問自己的 Steam 遊戲庫，那你就幾乎找不到任何再去其他平台購買遊戲的理由了。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一聊 Valve 花了10年時間研究的這款秘密武器背後的故事，以及我對 Steam 會不會出自家 Steam 手機的看法。最後再說一說它的競爭對手又是如何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歡迎來到這個頻道，我是老九。其實 Steam 上相當一部分的遊戲啊，天然就適合在手機上玩，尤其是很多獨立遊戲。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是同樣的感受。比如像 Ball Pit， 也就是球比倫，或者是 Megabonk 這些游戲本身並不依賴極端的操作精度，也不需要你正襟危坐的在顯示器前全神貫注幾個小時，它們更適合被拿出來在通勤路上的那種碎片時間裡慢慢推進。但現實卻是這些遊戲絕大多數都只登錄了 PC 或者是主機平台，有的甚至只能在 Steam 上玩到，根本就沒有官方的手機版本。開發者們不做手機版的原因，也不是因為這些遊戲不適合手機，而是因為做手機版這件事情的工作量本身就等同於把遊戲又重新做了一遍，尤其是對於資金相對有限的獨立開發者來說。那麼有沒有一種方式可以讓這些原本只為 X86 架構設計的遊戲不需要開發者付出額外的成本就能直接在手機上運行呢？ SteamOS 在玩遊戲這個領域全面超越同配置的 Windows 11，靠的就是 Proton 這個轉譯層。而現在讓 X86 遊戲能夠用 ARM 處理器運行的關鍵工具，其實也是一條幾乎一模一樣的技術路線，它就是名為 FaxEmule 的兼容層。你就比如說啊，如果說你想給你的掌機從 Windows 換成 Linux 系統，你可以刷的系統其實不僅僅只有 SteamOS 一個選項，你還可以刷 Bazzet 或者是 Chimera OS 等等這些其他針對玩遊戲這個使用場景所制作的 Linux 系統。而這些其他系統也都可以流暢運行 Windows 的遊戲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Valve 的 Proton 是一個開源項目，所有人都可以直接拿去用。而現在讓 X86 程序在 ARM 架構上運行的 Fax 項目同樣也是開源的。Valve 的軟件工程師其實很早的時候就看到了 ARM 處理器的潛力，並且一直在花心思研究 X86 轉移 ARM 的方法。在開頭提到的報道裡，他們的軟件工程師透露，大約在2016年的時候，這家公司就意識到開發者不應該為了讓遊戲登錄 ARM 平台就浪費時間去重新寫代碼，應該找到一種效率更高的轉譯方法。而當2018年，當他們看到 GitHub 上有一位叫做 Ryan Hodak 的程序員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並且還和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的時候， Valve 就開始秘密的資助這位老哥了。而因為這個項目本身就是一個開源項目，所以你現在在安卓的商店裡可以看到類似 GameHub Emulator 這樣的免費模擬器，讓你可以用手機就能穩定運行 Steam 上的各種 PC 遊戲。而且 Valve
Valve 不僅僅資助了 Ryan 一個程序員，很多 X86 轉 ARM 的項目都被他們給資助了。只是 Ryan 是裡面最成功的一位。這家公司花了大錢去資助那些他們覺得有潛力、有激情的開發者，然後跟他們合作出了成果了，卻直接開源給所有人用。我靠，真的，你能想象蘋果或者是微軟也這麼做嗎？就單說蘋果啊，蘋果現在可真的是實打實的全產品線都在用 ARM 的處理器啊。我是真的沒想到，以後讓蘋果設備流暢玩遊戲的那家公司，大概率竟然會是 Steam 背後的 Valve。現在這個名為 FAX 的轉譯技術即將隨着 ARM 版的 SteamOS 登陸 Valve 家最新的 VR 設備，這其實就意味着這項技術已經成熟了，手機玩 3A 的時代真的就要來了。那麼回到開頭最初的問題啊， Steam 會自己出手機嗎？我個人認為短期內不會，甚至中長期出手機的可能性也很低。Valve 的策略一向不是通過自研硬件來綁架用戶，而是通過開源軟件和系統生態把現有設備轉變為 Steam 的延伸。這一點你從他們開放 SteamOS 允許第三方掌機，比如說聯想的 Legion Go 預裝 SteamOS 的做法就能看得出來。Steam 在手機上的策略和 Steam Machine 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個人認為 Steam Machine 本身更像是拋磚引玉，先自己推出硬件樣板，讓大家看到 SteamOS 完全可以取代現在的客廳遊戲主機，取代臃腫的 Windows 系統，甚至在性能上更勝一籌。通過這種示範效應，影響第三方廠商跟進，最終推動 Steam 生態的擴張。Steam Deck 其實也是類似的邏輯。Valve 推的不是硬件本身，而是他們搭載的 SteamOS 系統。对於手機來說，情況卻有點不太一樣。FAX 這項技術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讓廣大現有的 ARM 手機無需開發者進行額外移植，就能直接運行 Steam 上的 PC 遊戲。而且這個技術因為是完全開源的，三星、蘋果、高通這些廠商完全可以自己集成優化。等到了這一步， Valve 的核心訴求也就是讓任何手機或者是使用了 ARM 處理器的設備都能無縫訪問並遊玩你在 Steam 上購買的完整遊戲庫，其實就已經實現了。Gabe 想要打通設備與平台之間的邊界的這件事情，其實就已經完成了。推出搭載手機版 SteamOS 的自家手機，對 Valve 來說其實意義不大，反而可能限制 Steam 生態的擴展。你想象一下，如果 Valve 要做出一款手機的硬件，那它就得面對供應鏈、電池優化、攝像頭、通信模塊等等一大堆手機專屬的複雜問題，還可能會被綁定到特定運營商專屬的區域市場。相比之下，讓用戶手中現有的手機變成潛在的 Steam 終端，才是更聰明、更輕量級，也更能長期鎖定玩家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殺入智能手機這個紅海市场。不過，如果 ARM 芯片的性能繼續爆炸式增長，第三方廠商推出高性能 ARM 掌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這將會大大縮小現有遊戲掌機甚至遊戲主機的體積，以及大幅提高現有遊戲掌機短的可憐的電池使用时長。Later， 就在其他的科技巨頭們爭相推出自家的雲遊戲服務，費盡心思地將用戶圈進自己精心構築的數字圍欄之時， Valve 卻選擇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你有沒有發現啊？這些競爭對手的核心邏輯本質上就是在鼓勵一種無需擁有的消費模式。他們渴望你永遠依賴於他們的雲端服務，每月按時支付訂閱費用，租用着那些看似觸手可及卻從不真正屬於你的遊戲。在不遠的未来啊，如果玩家們選擇了這條道路，那麼你的遊戲體驗將完全依附於他們的網絡與服務。這些大廠會先把你騙進他們的生態，然後當你離不開他們的時候，你遊玩遊戲的質量就會被量化成不同的會員等級，再一步一步的漲價。你什麼都沒有真正擁有過，只是在持續性的付費中獲得暫時的訪問權。你的遊戲庫不屬於你，它永遠漂浮在別人的雲端。而 Steam 的理念恰恰站在這種趨勢的對立面。Valve 不急於將你鎖進某個封閉的服務器，而是致力於讓你的遊戲庫，那份你用鈔票換來的數字資產，獲得最大程度的自由。Steam 希望你不斷充實自己的遊戏收藏，然後通過技術開源與生態建設，賦予這些遊戲跨越設備邊界的能力。無論你身在何處，使用何種設備，你的遊戲庫始終與你如影隨形，隨時等待着被你喚醒。這個時候，你不是在租用體驗，而是在拓展一個真正屬於你自己的、可以隨時攜帶與繼承的數字世界。如果在未來停止殺死遊戲運動真的成功的推動了立法，
那麼這個你親手構築的數字世界也将變得更加的牢不可破。當別人都在想方設法的讓你離不開他們的服務器的時候， Steam 卻在默默的努力，讓你的遊戲庫能夠跟隨着你去往任何你想去的地方。Anyways， 歡迎收看地圖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 Steam Frame 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